建民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9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呢要谈这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中国呢，现在已经宣布，原来华融的董事长赖小民啊，已经迅速的给中共呢执行了死刑。那么赖小民他为什么中共要把他作为一个省部级的贪官啊，立即执行死刑？从他宣判死刑到执行，一共只有20几天。为什么习近平急于匆匆的要处死赖小民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其次呢，我们还要讨论中共呢，他现在正式宣布，也就是香港所持有的这个英国的这个 BNO 的外国国民护照已经作废，根本不能用。从本月底开始，也就是中共直接在香港实行就是什么，完全就是一国一制，也就是香港民众原来持有的英国的海外护照就宣布在中国根本不能用，不把你当做护照用，你们拿的这个护照你们也出不了境，你们必须要办理中共的他所认可的就是香港港人的这个护照，这个护照显然就是属于中国管辖的。那么这个护照你要想到国外去，你要办签证的，中共能不能让你去办签证，或者你办到签证能不能出境，这由中共来管理了。也就是中共宣布废除这个英国的海外护照呢，实际上就是针对英国宣布要给300万香港民众发放英国海外国民护照这个 BNO 护照。那么针对这一条，中共呢现在就说，你发放有什么用？你发放我不让这些人走，这些人出不了境，除非持这些护照的人已经到了英国，已经到了海外，在香港他们就把你控制住。所以呢，这是中共呢他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他马上宣布的对英国的又一个新的强硬的政策。这是我们要谈的2个问题。那么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也就是这2天炒得非常热的，就是关于华尔街，关于 GameStop 的上映的这个散户收割韭菜的这个大戏，我们要跟大家呢重点谈一下，为什么华尔街会出现了韭菜来反抗镰刀这件事。好，我们先谈呢大家关心的这个 GameStop 的这个散户，也就是韭菜反抗镰刀的事。那么韭菜反抗镰刀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这2天在美国华尔街啊掀起了一波金融大战。所谓金融大战呢，也就是变成了散户集体反抗。散户呢不但不受机构所裹挟，相反的他们抱团呢一起呢是韭菜反抗了镰刀。那么这件事是怎么发生，是怎么回事呢？网上呢炒得很热，我们呢简单一点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呢金融问题呢很复杂，我呢对金融也没有那么精通，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个简单的道理跟观众们简单说一下这件事。也就是通常啊，我们作为散户，也就是股民啊，你购买股票你肯定是先买后卖。也就是说，你的投资方式是你看中某一个股票，比方这个股票你觉得成长性很好，它现在的股价不算很高，比方说只有10块钱一股，那你买下来以后，等到这个股票上涨了，涨到20块、30块，你把它抛出以后，你就获利了。这是对于广大普通股民来讲，你只有这么一个投资方式，这就是说我们叫做先买后卖。而机构做空是怎么回事呢？机构做空它不是，它是先卖后买。先卖后买的机构是干什么的？也就是它专门去看那些成长性不够好的股票，或者说某些股票虽然成长性也不算很差，但是呢，机构呢会跟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跟这些证券公司以及呢联手媒体呢去做空这家企业，也就是把这个股票呢在整个市场上宣扬呢，让这个股票呢所有的股民对这个股票呢没有信心，让所有的市场呢对这个股票呢就感觉到它必然下跌。这个机构它会选择类似于这样的股票，因为我们上市的股票千万啊，那么总有几家是给机构会选中的。他一旦选中这个股票，他是怎么去干的呢？因为他本身并不持有这个股票。比方说我们以这个GameStop为例，也就是机构选中了这个股票以后，他一看这个股票，他本人的这个市场成长性也比较差，现在这个业绩呢也不断的下滑。因为 GameStop 它是一个什么产业呢？它是一个卖游戏的实体店。所谓卖游戏的实体店呢，在美国呢有很多，就是一个小商店，里面卖各种呢游戏软件。那么通常呢，美国的家长呢，因为大部分孩子都喜欢玩游戏，但是游戏呢千万，父母呢对孩子玩的这个游戏呢，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呢，会带孩子呢到这个游戏商店里面呢，让他呢当场呢在游戏商店里面体验一下，看了哪些游戏软件呢，对自己呢这个孩子呢，他培养他自己，开发他的智力，玩这个游戏呢比较有用。那么父母呢在孩子体验过以后，那么就把这个游戏买回来。过去呢这种游戏商店很多。但是大家都知道，去年来了疫情，也就是在整个 COVID-19 在武汉肺炎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的商场都是关门的嘛。那么商场都关门的时候，这个游戏商店毫无疑问也是关门的嘛。那么别的商店关门以后，未来等到商店开门以后，还有复业的可能。
而这个游戏软件就不一定了，因为游戏软件完全可以在网上下载嘛。既然网上已经能提供下载的这个可能，那有什么必要人家还要到你这个商店里面去体验呢？更何况很多游戏制造商、游戏开发商，他们都会把他们的游戏挂在网上，让别人免费体验，然后你体验个几分钟，你觉得这个游戏不错，你再下单买，在网上直接就完成了购买。这样就导致了这个游戏商店，就是开游戏商店这些实体店的这些老板100%是亏嘛。那么 GameStop 就属于这一类的公司，也就是它在全国有非常多的连锁店，而它这些店基本上是没有复苏的可能。不要说现在疫情，他们这个店根本开不了门。即使是疫情过去了，这个店想重新开张，想重新卖游戏软件，估计也没有什么市场了。这就跟亚马逊一样嘛，当亚马逊有了电商以后，很多实体店已经完全没办法做生意了嘛，因为人家很多产品可以到亚马逊在网络上购买。由于网络的便捷和网络根本不受疫情的影响，因此呢，亚马逊仍然赚得个盆满钵满，而绝大部分本来经营实体店的产业基本上就倒闭了嘛。那么这 GameStop 就属于标准的很典型的这一类的公司，那么它的这个股价肯定是一路下跌了。它在2016年时候，它这个股价曾经达到过将近30块，好像是28块还是29块。现在它这个股价只有呢3-4块钱，也就是说最起码跌掉了70-80%。那么这只股票就给机构看中了。那么机构看中是怎么去做空呢？这个做空呢，机构做空呢和我们正常买卖股票呢就不一样了。我们普通股民是先买后卖来盈利，而机构是先卖后买，利用做空，利用里面的差价来盈利。具体一点讲就是怎么说呢？也就是机构它本身它并不拥有这个 GameStop 这只股票，但是呢，他想做空，他怎么做空呢？他有足够的资金，他就跟掌控这个 GameStop 的这个公司，也就是证券公司啊，或持有这个公司里面的大股东啊，他跟他去借这个股，他跟你比方说去借1万股，如果是这个股价当时是10块钱左右，他借1万股也不过是花10万块钱，那么他花10万块钱借过来的这1万股呢，他迅速的就在市场上把它抛掉。那么这个机构它抛掉这个股呢，就会引起呢本身持有这个股的其他的散户的恐慌。那么机构就是这么去做的，它是抛出买进，抛出买进。当他10块钱抛的时候，有一部分散户跟，那么一部分散户可能是9块5抛啊，9块抛啊，到了8块7块之后，他又买进。买进以后，他接着再抛，也就是经过反复的拉涨、反复的拉升，在不断的过程中，刺激到什么？刺激到散户的神经，让散户认为这只股肯定不行了。加上呢，这些机构都会跟证券公司、跟媒体呢，去不断的去夸张的对他们所持有的想做空的这个公司呢，对他不断的业绩呢，大肆的抹黑，也就是让别人认为这家公司完蛋了。你看它的股价也在跌，这家公司完全没有信誉。然后这个机构在不断的买进卖出的过程中，就不断的把这个抛物线呢往下降。那么大部分散户是沉不住气的啊，因为很多散户在持有这个股票很多年都没有看到这个股票涨，绝大部分的股民是属于套牢状态。现在这个股票在不断的往下跌的过程中，很多股民就坐不住了，就开始割肉逃跑了嘛。你一旦割肉，就达到机构的目的了，也就是他就希望你们大部分人都在割肉，你们在不断割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股票就不断的在下跌。那么下跌到什么程度呢？下跌到这个机构跟人家这个期权公司所约定的时间要到了。他当时他花10万块钱买进这个股，比方说跟人家约定是1个月，当这1个月时间快要到的时候，这时候股价可能只值1-2块钱的时候，这时候呢，机构呢就会用已经跌到比方还剩1块钱的时候，他再把这个1块钱这1万股买进来，这个里面有90%的差价，这个90%的差价，机构只要付掉他自己所借人家期权公司里面的各种手续费，去掉他自己涨跌之间所付出的手续费之外，他就赚了里面绝大部分的钱。这个钱来自哪里呢？都来自于股民割韭菜的，就是这些割韭菜抛售的这些人，他们的钱这就被机构赚走了。这么多年来，机构做空都是怎么去做的？只是选中你这个股票，你就被选中了。但是这次华尔街呢，他踢到铁板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GameStop的这些散户们，他们这次抱团了。也就是 GameStop 的这些散户们，他们很清楚，他们现在被机构要把他们做空，把他们手上这只股票准备把他们跌的，让这些所有散户们弄个血本无归。对于散户们来讲，本身这个股票就不值什么钱了，他们已经被套牢了很长时间，他们本人已经损失很大。但是呢，现在如果继续损失，把它跌到谷底呢，对他们本人来讲，他们也承受得了。如果他们要反抗的话呢，也就是他们每人往里面再投资，
最起码投资个1000块或者是1万块。当几百万的散户每人都愿意往里面投个1000块、1万块之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几百亿甚至是上千亿的规模，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个股票拉升啊。一旦这个股票拉升10倍、100倍，就形成了一个资金市场上几百亿、几千亿的规模。而达到几百亿、几千亿规模之后，机构就看不住了，因为机构它往往它动用的资金最多也就是几十亿美金。当有几百亿、几千亿的资本来拉升这个股票时候，散户们一起进来，大家团结一心，每人都投个1000块钱来做这件事时候，那么这时候机构就完蛋了。机构也就是说，他本来想把这个股票想用他10块钱买进来，然后1块钱卖掉，他赚取了大部分差价之后，他再买进来还给人家，他想做这个差价。问题是市场上把这个股价已经不是把它拉到1块，也就是让这个股价翻了几十倍的时候，这时候所有的机构他就赔这个血本精光。就是你本来1块钱一股借人家的1万股，你只花了10万块钱啊，现在1万股要等于几百万、几千万，也就是你至少要赔个几十倍。那么现在金木斯道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到了这时候，大量的散户抱团以后，不断的拉升这个股票，这个股票拉升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金木斯道它从短短的4美元涨到148美元，它的涨幅达到了3700倍。也就是说，如果是机构你想做空这个股票，很可能你就要赔掉3700%的这个赔率。赔到这一步，你觉得哪一个机构还不赔死吗？所以说，这是一个在网络上由草民们摧毁华尔街私募资金的一个大战。这个大战让华尔街的精英们第一次尝到了韭菜逆袭的感觉。而整个这个大战在开启以后，这个华尔街完全就恐慌了，可以讲证券公司也恐慌了，美国包括政府机构都恐慌了，他们马上就说要修改股市的交易规则。很多交易平台，比方说有一个著名的交易平台叫 Robinhood， 它开始限制金木斯道的股票交易，就是不允许散户买，只允许机构卖。那么再这样就保护了机构，让一部分机构呢，他们自己呢可以减损，让他们的一部分资金呢可以逃掉。那么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发生，它实际上是对自由市场的一种破坏，也就是本来美国包括股市都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市场。那么为什么这些交易平台不允许散户买进，只允许机构卖出呢？这就证明这个交易平台已经被控制了嘛。也就是说，散户草民已经完全不再相信大媒体和华尔街持有的那个股票定价的那个态度，草民们已经开始在反抗，草民们更相信自己的独立判断。过去以华尔街标准来定价股市交易的模式已经走到了被推翻的地步。所以说，现在证券市场非常恐慌，华尔街的大佬和美国的这个政府部门呢，都出来强力干预。那么这种强力干预，它完全就是背离了自由市场的原则。当年比尔盖茨其中有一个公司一个新股票上市之后，他当时这个股价也是短短的从45块一下子就涨到了239。为什么当时华尔街没有对比尔盖茨进行限制交易呢？难道割韭菜只允许富人割穷人吗？所以说，对这种现象呢，美国很多人呢已经看不下去，包括川普总统的儿子。川普总统的长子，也就是小唐纳德·川普，他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言就说，大型科技公司、政府和垄断企业花了不到1天的时间就同时行动起来，开始合谋保护他们在华尔街对冲基金的伙伴。这是川普儿子他本人对这件事他提出来的看法。那么民主党有一个非常激进的议员，就叫 IOC。IOC 看到这个散户韭菜反抗机构能够获取利益时候，他也是大家站好的，可能 IOC 也是散户之一。所以 IOC 看到现在华尔街和政府机构来打击散户时候，他本人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这是无法接受的。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平台为什么决定停止散户投资者可以购买某些股票。这一次呢 IOC 和川普的儿子他们罕见的他们高度一致，他们站到了一起。也就是 IOC 这个高喊的社会主义者，他实际上很清楚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是怎么运作的，是这些机构大户他们一贯的收割韭菜。当韭菜们反抗之后，他们现在就紧张了。所以说呢，现在美国它出现的这一幕，它实际上是全球的一个代表性，也就是全球的这个证券市场实际上都是这样，都是大户，都是机构去收割人家韭菜。那么只有美国碰到了这一次韭菜们反抗。怎么反抗的？就是他们利用社交平台嘛，大家在社交平台上面开启的群，通过群里面大家一起公告，大家最终一起加入，然后当有几百万的散户大家都集中在某一个股票上，一起去购买这个股票，一起去拉升这个股票以后，所有的机构就让机构赔个血本精光。这就是发生在华尔街这2天正在发生的，让我们看到的这个韭菜们反割镰刀的一幕大戏。证券市场在全球，自从人类建立了证券市场以来，在全球任何一个市场从来没有发生过像这几天华尔街出现的
居然散户可以反戈大户，也就是韭菜可以反抗镰刀的这个散户能够冲击机构的这么一个金融大战。那么这场事情的发生，它这个背后里面能够形成这样的原因，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现代科技下的这个科技媒体，也就是现代的即时交流的社交媒体，给散户们抱团创造了机会。过去其实证券市场形成这么上百年以来，都是机构它怎么去收割草民、收割散户们呢？也就是散户们只有挨宰的这个份，你只能侥幸凭着你自己的一点判断，然后呢及时的卖进卖出呢，可能呢有一部分人呢投资的机遇比较巧，所以是赚到一些钱。但是大部分的这个散户，大部分的草民来讲，都是被收割的。可以讲，无论中外资本都是邪恶的，无论中外都割韭菜，也就是中国 A 股上的绝大部分的草民，你们还没有华尔街散户们，他们这一次运用自己抱团的能力，冲击机构的这个机会。因为中国的社交媒体毫无疑问来讲是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的证券公司也是被中共政府控制的。美国这一次呢，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散户们对抗华尔街，是因为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找到了抱团取暖，然后最终大家一起约定同一时间把自己的资金都进入这个散户股票市场，最终呢拉升了很多被机构想做空的这些股票，拯救了这些股票，同时呢打击了机构。也就是说，这一场事情的发生，就让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大的财政集团华尔街以及大的科技媒体、科技金融机构呢，就看到了，也就是控制媒体、控制社交平台，这是他们能够取得控制整个政权、影响人类生活的重要的命脉。从去年美国的大选到这次华尔街散户抱团，你都可以看出，科技媒体、大的社交平台，它现在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左派他要牢牢地控制美国的主流媒体，控制美国的几大社交平台，并且强行地推出230条。在川普总统一再反对230条的情况下，无论是麦康奈尔还是佩洛西，这个左派民主党是坚决地保护230条，因为他们知道230条的存在就是可以随意的删帖封号嘛，那么也就是让散户们抱团，让你们成为不可能嘛，他们可以进行信息封堵嘛，他们可以控制整个社会信息嘛，这就是230条的根本所在。那么对于230条的话，可以讲美国有很多州都在反对啊。现在佛州也好，德州也好，他们都宣布在他们的州里面将会制定州的法律，反对230条。也就是230条是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任时候，是克林顿通过的这么一个对科技媒体公司进行保护的一个条款。而美国很多州已经不能够再容忍230条能够肆意的侵吞本州美国人民他们个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所以说，德州也好，佛州也好，他们现在已经马上在本州立案，宣布所有的大型社交科技媒体在这个州，如果你们敢删帖封号，将对你们进行首先是罚款，第二个是起诉，第三个是停止你们这个社交平台在这个州的使用，也就是对这些社交平台对他们进行停业处理。首当其冲的是美国4大科技公司，也就是谷歌公司、推特公司、脸书公司和亚马逊公司。这4个公司将会在佛州、德州他们率先通过的法律中得到限制，也就是你们不能在这2个州随意对这2个州的人民进行删帖封号。那么我相信美国其他州也会跟上，也就是联邦政府你们不废除230条，那各个州会制定他们的法律来对抗这个230条。它实际上就是保护本州人民的利益嘛。如果这一次不是有大型的社交媒体让散户们能够抱团、能够成群、能够在社交媒体上面大家联合好了以后一起资金投入的话，哪有散户抱团能够形成几百亿的资金，最终去对抗这些机构他们这个庞大的华尔街的金融垄断资本呢？好，我们谈我们今天讲的第2个问题，也就是关于中国华融资本的这个董事长、党委书记赖小民，他已经在1月29号被执行了死刑。赖小民呢是中共呢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打击的所谓大老虎，也就是省部级的官员里面呢其中一位。大家知道，习近平自从2012年18大获取政权以后，习近平上台以后，他能够建立他自己的权威，他能够打击他政敌的所有手段，最集中的手段就是他的所谓反腐。当时他是重用了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以王岐山为首的中纪委打击了习近平所有的政敌，从周永康啊、令计划啊、郭伯雄啊、许才厚啊，给他打下的正国级、副国级一大堆，那么省部级那就非常非常多了。但是呢，
从习近平他2012年执政一直到现在2021年，他执政这么将近10年来，他打下的所谓大小老虎无数，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就有几百个，那么多人里面，最高判处的也不过是一个死缓。立即执行死刑的赖小民这个是唯一一个，也就是纯罪的是金融犯罪的，身上没有负有命案的这个一个省部级官员，赖小民被执行死刑，这是唯一一个。那为什么习近平现在拿赖小民开刀，现在一定要赖小民立即就伏法呢？你从赖小民宣判到他执行死刑，一共只有24天，你就可以看出，这是习近平决心要在本年度，就是2021年，他一定要杀掉一个省部级的人，来塑造他的政治权威。习近平就在上个礼拜，也实际上就是美国总统换届以后，习近平在中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讲话，他就明确就说，现在有很大的政治腐败势力。也就是说，党内现在最严重的腐败是政治腐败。什么叫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就是习近平说你腐败就是腐败了。如果你说经济腐败，那多少还要查出一点你在经济上有贪腐、有受贿，你个人有中饱私囊的各种财产犯罪。政治腐败有什么呢？那就是习近平说你不合格，你就是政治腐败哇！你没有站在他的这个行列中，你没有跟他站队站在一起，你成为他的敌人，或者你让他有担心，你就是政治腐败。所以说，习近平就说，目前党内最大的这个障碍就是有政治腐败，有很多是一把手，有很多人是企图抱团抱伙，然后呢对抗中央。那么对抗中央就是对抗的习近平了。所以说，习近平他现在以政治腐败为理由，他一定要铲除几个政治对手，然后杀赖小民，实际上是一种立威。也就是赖小民这个人呢，他本人的职务也不过是一个省部级官员，一个华融集团的董事长，也就是一个管理金融集团的一个官员。他本人这个华融集团实际上是在99年，当时朱镕基呢，他那时候把国有公司大量的改组成私营公司，然后呢那时候是国退民进，同时呢让大量的工人下岗。完了以后，他要解决三角债，解决各个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大量的各种银行的那些坏账死账。在解决死坏账的时候，成立了几家金融集团、金融公司。那么赖小民的华融集团就是其中的一家解决死坏账的公司。那么这种公司里面的黑洞是黑的你看不见的，因为都是大量的国有资产进入到这个公司以后，哪些账可以算作死账，哪些账可以算作坏账，哪些账可以盘活，这完全他们都是黑箱操作。也就是赖小民成为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在这个公司里面，他利用他的职权是大肆的贪污受贿、重保私囊。他本人有200多个情妇，从他家里面查出来的现金都是论吨而计的啊。他的女人有几百个都是靠编号的。那么这种人对于中共高级官员那些贪腐官员来讲很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其实在中共里面，像赖小民这样的官员有的是啊，做到省部级的官员有多少吨的资金，有多少女人，这很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清算赖小民，要让赖小民死？这个就有讲究了。也就是说，今年习近平他需要打击这些金融资本。为什么？川普总统执政这4年，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开始起，到川普总统卸任这么2年多来，中美之间由于贸易战，由于美国对中国沉重的打击，由于经济上围堵，加上国内去年产生的这个大规模的武汉疫情以后，中共它这个经济上是雪上加霜。而经济资本很多大的金融资本是控制在类似于像马云这样的金融寡头手上，也就是马云一个私人集团已经拥有庞大的资本。他的支付宝这2年被中共停下来了，也就是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一大批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都是民间金融机构，类似于像京东的什么金融机构，他们过去都有所有银行的功能，也就是银行可以储蓄、可以放贷，银行可以动用资金去搞各种投资。那么支付宝是这个里面其中一个代表机构。那么现在中共把支付宝所有的这些机构，所有的这些民营控制的这些金融机构，让他们不再有这个银行所有的职能，也就是不可以贷款、不可以融资、不可以投资，把这个停下来了。同时停掉了马云去年准备把蚂蚁金服上市的一个达到上万亿资本的一个企业，也把它停下来了。也就是中共绝对要清算马云这一类人，因为通过清算马云这一类人，可以缓和中共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收缴这些民营资本，能够扩大党国的国库。在这种情况下，赖小民作为一个国有金融集团的董事长，他跟社会上很多类似于像马云、马化腾、刘强东这样的民间资本结合，然后他们官商勾结、掏空国库的这件事，作为习近平来讲，现在不能不拿他们开刀。而开刀，也就是说可以预见到，
像马云、马化腾这一类，他们的资本被收缴，他们本人被送进监狱是完全可能的。而赖小民到了这个时候，正好是在风口上，所以习近平决心要杀掉赖小民，以惩官威，这样赖小民就被急急忙忙就把他处死了。他处死并不是赖小民有多么罪大恶极，而只是党国需要哪一个人祭旗，而赖小民正好赶上了。这就是为什么赖小民在几天之内中共就要他命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共现在决定要整顿金融资本，下面要开刀的一定是马云、马化腾、刘强东这一类。那么为什么赖小民要赶在今年呢？这个当口大家可以看到是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因为现在拜登已经接任了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就职以后，中共很多政策，国内外的政策都在做大幅度的调整，包括中共刚刚宣布这个英国给香港民众发放的这个 BNO 护照，也就是英国海外国民护照，这个在香港已经发放下来的有几十万本，而且英国是宣布将给300万左右这个香港民众全部发放他们 BNO 护照的这个资格。如果这300万护照发放下来，也就是香港持有英国 BNO 护照的这些民众，加上他们自己的家属，最起码要有400-500万人可以合法的进入英国，在英国生活和学习。但是这个英国发放的这个 BNO 护照，中共呢就宣布从现在开始起，也就是1月31号开始起，就不再承认他的这个护照作为有效的外交证件。也就是说，香港民众你即使是持有 BNO 护照，中共也不允许你拿着这个护照可以随意出境。中共对你的管理，也就是你必须办理你的香港护照，而这本香港护照再也不是香港回归之前可以拿到这本护照，可以到世界上几十个、上百个国家免签可以进入他们国家，可以随意的离港进港了。也就是中共把香港居民完全跟中国大陆管理的是一模一样，你们只有一本香港护照，这本香港护照你所拥有的权限跟中国大陆的民众已经基本没有差别。也就是香港完全从过去的一国两制，现在就是一国一制，嘴巴上中共还要高喊的一国两制，但是在整个对香港的管理，他已经完全按照中共管理大陆的城市这个同一模式来管理香港。也就是香港民众和大陆民众，除了大家居住的地区不一样，其他的管理模式都是一样的，你们所有的权限都是一样的，你们根本没有比大陆民众有更多的个人权限，既没有出国的权限，也没有言论的自由。所以说，香港民众被中共通过国安法，尤其是中共现在取消了香港民众这个英国 BNO 护照之后，那么香港民众他们的自由和他们的人权再一次受到中共残酷的打击。中共为什么这个时候敢做这个事？就是他知道现在拜登会对中共默许，会对中共忍纳。他们对中共采取的战略性忍耐，就让中共看到了这个忍耐的结果，也就是中共可以得寸进尺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所有中共他利用美国换届以后，他对全世界然后再一次展示了他这个独裁政权的邪恶。他根本不在乎这个邪恶人民有多少反抗，他也不在乎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共说三道四。中共就是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说中共他就决定把流氓做到底。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所有的民主国家政权仍然用过去文质彬彬的文明方式对待中国，那么你们最终就会被中共这个流氓趁虚而入。而趁虚而入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美国的民主今天都被破坏到这一步了，何谈世界国家能够洁身自好呢？尤其是中国还怎么去改变它的专制政权呢？所以我觉得中共今天的所有肆意妄为，都跟民主国家对中共一再漠视，对中共一再忍让，一再战略性忍耐，忍耐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